那我就问，在民进党之外，大家资源剩多少啊？民进党家财万贯，以国家为钱包，国库通党库，党库通内库，结果到这个程度，政治富二代还出来争夺仅剩的资源。他说：“我只吃了糖衣，我不会吃到毒药。”92共识跟民进党怎么去对比？糖衣毒药 ECFA 的基础是92共识，没有92共识哪来 ECFA？ 但民进党抱着 ECFA 死命舔，糖衣再厚也被你舔破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当年呢，也是李登辉总统的任内通过了92共识。随着冷战，两岸开始隔离对峙，甚至于曾经发生过军事的冲突，823炮战等等的。那在90年代，在这个两大阵营，当时因为苏联的瓦解带来了全世界的和解，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世界潮流底下，我们也开始透过92共识，两岸开融冰对话交流。所以92共识发挥了重大而关键的历史功能，是叫做有目共睹。陈水扁的8年，两岸关系呢，又因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开始非常的危险。但到了马英九总统的8年，难道不是因为在92共识的基础上面春暖花开，两岸各方面的交流？我在讲台湾的外交可以休兵，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许多的国际参与的空间频频的扩大，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历史成就。但民进党不但可以视而不见，还能够指鹿为马，就这样继续的欺骗选民。所以在蔡英文的8年，乃至到今天赖清德，就是因为不承认92共识，所以导致两岸关系严重倒退，然后再时不时的踩个红线，导致于两岸的关系更是降到冰点。虽然他们历届的党主席跟总统，民进党的都说台独已经不是议题了，不可能去推动台独，但是他们从来不愿意下架他们的台独党纲，而且喜欢打擦边球。讲的好直接哦。丽文姐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她可以把政治发生的这些事件用很直接的、很直白的，而且她可以既讲轴线，又可以讲影响，又可以讲自身的论点，很清楚的输出92共识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历史是什么，是谁在搞破坏，而且讲的很直接的是谁在打擦边球，破坏92共识，指鹿为马。这过去国民党人没有多少人敢提，或没有多少人可以讲得清楚，但他讲得好清楚，短短几句话几乎把92共识的前世今生讲得一清二楚。所以有很难吗？没有很难，要不要做这才是重点。如果不做，永远都没机会。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很沉重，你一直搞事，然后你才回来说92共识没有用，92共识被淘汰了，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你92共识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92共识到底怎么做，谁在破坏92共识。过去因为他只是名嘴，他只是立委，他讲的话的声量肯定没有现在党主席高。现在当选这个党主席，他讲的每一句话就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引起大家的关注。所以很多人说我现在变正夸夸，你现在在夸夸郑丽文，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做得对夸有什么问题？做得对讲得对难道是错的吗？要附和民进党那一套理论吗？既然要附和民进党，那干嘛不选民进党就好了？问题民进党正在把台湾带向一个快速毁灭的道路之上，还要醉生梦死多久啊？还要自我麻痹多久啊？就因为有些人他自己支持的对象没有选上，要么叫郑丽文不要太轻松，要么说我要去学民进党道路，我可以赢就好了。那如果学得了赢得了，那肯定民进党赢你啊。各种的反中言论、去中国化，甚至于我刚说的两国论，都使得两岸之间的互信荡然无存，把台湾推到一个兵凶战危，随时可能会面对军事冲突的处境。所以我刚刚简单的讲了过去的历程，这还不够清楚吗？92共识带来和平，主张台独就是迈向战争跟毁灭，恐怕多数的台湾人民都能够认清楚、了解的。民进党为了要回避92共识，所以就全力的抹红，要把92共识给妖魔化，这是非常愚蠢的。因为92共识带来的是两岸和平，对台湾绝对是有利的。92共识带来的两岸的交流，对台湾是许多的红利跟利多。92共识带来的是台湾年轻人未来可以不用上战场，有更大的舞台可以发光发热，而这些民进党都不要。但是ECFA的糖衣毒药，他们也舔到今年已经要第10年了，对不对？蔡英文8年，赖清德要进入第2年，所以也要10年了。每一句话都是直球对决。我跟大家讲，如果真的有辩论的话，民进党真的被 K 的答不出话来。就像那吴峥每次跟我一起同台节目，最后都先崩溃。那你 ECFA 呢？你又要扒着 ECFA 不放，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民进党的主张跟策略是多么严重的自相矛盾。当我们的主要的政党不肯面对现实，硬要把黑的说成白的，你跟他根本没有办法理性的对话跟讨论任何有关于两岸的事物，所以他们最后只能廉价的扣帽子。那我们今天的陆委会主委邱学正，你难道不知道92共识会带向什么吗？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了，这些都是历史发生过的事情。92共识不是我发明的新产品，不是说今天郑丽文为了选党主席，我发明一个新的92共识，所以邱学正陆委会出来才说你新发明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会把台湾带到哪里去不是，它是一个从李登辉时期就有的东西，它是一个不管是在李登辉时期或在马英九时期，真正发挥巨大功效，带来两岸和平交流和解的功能的政治基础。所以你今天民进党要假装
它不存在，要把它讲成是毒药，然后你们说艾克法是毒药，你又每天抱着当棒棒糖这样子舔，你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负责任。然后你每天要用这个方式在台湾的内部制造对立、仇恨、动员。可是也正因为民进党不愿意面对9·2共识，所以两岸打的是死结。在这样子的死结讲，你看看我刚刚讲的台湾的讲得很清楚哦，9·2共识跟民进党怎么去对比？糖衣毒药，讲白了 ，A 克法的基础是什么？9·2共识啊，没有9·2共识哪来 A 克法？但民进党抱着 A 克法死命舔，他说我只吃了糖衣，我不会吃到毒药，都舔10年了，还只有糖衣，糖衣再厚也被你舔破啦，只能靠扣帽子，只要质疑他的，通通都是什么？中共同路人不准质疑。的观光产业，台湾的各方面的产业、服务业，还有台湾很多的企业，都因为这样很严重的倒退，他们失去了非常非常多的商机，这几年伤重非常的严重，这些都是每一个台湾人的饭碗哎，赖清德不是你们在耍嘴皮子，不是你们在那边喊口号，这都是每一个人的生计，活生生每一个台湾公民他们的生计，人家的饭碗，人家的未来。但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无所谓。我觉得今天如果台湾的政客对于百姓的生计，对于百姓的饭碗砸了，他都不在乎，这才是今天台湾民主严重的失灵。我昨天不是有举一张景生的文章嘛？张景生文章说，现在民进党内部都有政治富二代，民进党的困境就是锁死两岸，拥抱美国。台湾过去拥抱美国，为什么蔡英文时代还可以过得去？因为拜登执政的时候，他依然是一个在全球化不完全退行的状况。可是川普是一个完全反全球化做法，结果就是你锁死两岸，在两岸里面你没有新的红利增长，然后你强烈依赖着全球化，变成川普对你吸血吃干抹净的一个工具，因为它是逆全球化。所以台湾的民主走到今天是可悲的民进党家财万贯，以国家为钱包，国库通党库，党库通内库，结果到这个程度，他们竟然政治富二代还出来杀得血流成河，来争夺仅剩的资源。那我就问，在民进党之外，大家资源剩多少啊？为什么台湾年轻人每个都被锁死了？房价、租价一直涨，然后呢？没有然后，只剩躺平。你看赖清德在国庆讲稿里面公然嘲笑中国，我们的 GDP 成长率已经赢中国了。大哥，你台湾的 GDP 充其量打死就8000多亿美元啊，中国大陆是17兆到18兆，它的5%是你多少？它可能每个人增长幅度有限，而且因为全球贸易战的关系，让中国确实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有很大的压力，但它每年所硬增长出来的那个量体不是你能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锁死两岸，只独享两岸红利，像沈伯洋这种红孩儿之后，到一个程度你扩展不了了嘛，因为你锁死了，它没有增长性了。因为我们的政治人物不在乎人民的感受，不在乎人民的生计跟饭碗，只在乎他们的意识形态所编织出来的存在的仇恨，然后可以用这个来打压异己，来打击政敌，先把我们扣个红帽，最后呢，他就希望推出反渗透法、国安3法，恨不得把我们通通抓去关起来，这样子我们就通通都闭嘴了，台湾的杂质就被通通打掉了，台湾变成一言堂，没有第二种声音，这不是大开民主倒车吗？确实不可讳言啊！经过民进党9年多的执政下来，其实民众对于9·2共识到底是什么，其实是已经越来越陌生了。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在蔡英文的时代，他就已经直接否认有9·2共识，说是9·2会谈。对民众来说，恐怕现在让大家能够清楚知道什么是9·2共识，可能都是一个必须要去花心思去下功夫的地方。要让9·2共识反对台独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不知道立文有没有具体的想法，打算要怎么做？过去民进党抹黑、扭曲9·2共识，那我们更要不断的说明、辩护，让多数的民众了解9·2共识会为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多的机会、红利。最重要的，它可以带来两岸和平。我的感受是，事实上台湾的年轻人真的不想去打仗，他们不是不爱台湾，他们不是不愿意为了台湾牺牲生命，但他们不愿意无谓的为台湾牺牲生命。所以台湾的年轻人希望我们变成第二个乌克兰吗？台湾年轻人的父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因为台海战争所以去上战场吗？看到了乌克兰之后，我觉得多数的年轻人或更多的台湾人民更清醒了。所以如果今天9·2共识正是一个可以有效防止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也好，政治工具也好，我相信大家都会想要拥抱9·2共识。9·2共识好或不好，你如果一旦陷入治政的盲点里面的时候，你就很难去证明，而且你的论点会很散杂。就说啊，9·2共识好，为什么好？讲很多例子。可是反过头来，你怎么证明9·2共识不好？民进党做了嘛，赖清德做了，赖清德想要证明9·2共识不好，结果没有成功嘛。所以拿赖清德跟蔡英文拿来做，反而趁着9·2共识的好，再进一步去论述。9·2共识的核心逻辑是一个中国，我们互不否认彼此的治权，依照此基础来推进两岸未来的和平统一。到底具体要怎么推动，要多远呢？那透过积极的交流，这就是9·2共识啊。这样子就可以明定说彼此的政治地位。那既然是一个中国内的两个政权，但又不互相承认，但也不互相否认，那很现实的就是说，因为你已经明定的彼此是一个中国之内两个互不否认的政权，但也绝不是互相承认，因为互相承认就是承认分裂现状，但是确实坦诚的不否认两岸分治的事实，所以互相把对方的人民视为国民，这是必须的。那这么简单的状况就可以通畅很多东西啊。民进党的抹红就是个失效的状况，而且是台失速列车。这个抹红2025年把民进党自己撞得稀巴烂，你就继续用嘛，看
看起来在国民党内也要玩抹红，结果还是失败，就是抗中牌的失灵。抗中牌为什么失灵呢？因为主客观现实正在改变，而且是不断在改变。今天中国大陆就是强势在崛起啊！过去抗中牌这么多年，结果我们换得是被美国榨干，大家就会想嘛，我继续抗中到底有什么好处啊？还要当兵，兵役从4个月改为1年，教召从7天变14天。2025年的今天，还有人觉得跟20世纪的1995年一样吗？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嘛。郑丽文只是用很简单的方法把它给讲出来，让更多人能理解到这件事。